大家好，我是 Roland。新加坡未来10年的增长到底在哪里？这个问题可能比我们想象中更加重要，因为今天的新加坡已经是全球重要的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也是亚洲重要的科技和跨国公司总部基地。但问题是，新加坡只有600多万人，土地有限，人口正在老龄化，企业经营成本也不低。未来10年，我们还能不断增加人口吗？还能不断盖更多工厂吗？还是继续等待更多跨国企业把亚洲总部搬到新加坡？这些当然都重要，但可能还不够，因为就在新加坡周围，一个更大的变化正在发生。今天的东盟已经有11个成员国，人口接近7亿，经济总量已经超过4万亿美元。按照东盟官方数据，2024年东盟整体已经是全球第5大经济体，而东盟正在朝着2030年前后成为全球第4大经济体的方向前进。也就是说，未来几年，全球最大的几个经济体里面，除了美国、中国、德国、日本、印度这些大家熟悉的名字，很可能还会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一个新的名字 ASEAN 东盟。对新加坡来说，真正重要的不是这个排名到底第4还是第5，而是一个更现实的问题：如果一个接近7亿人口的经济体就在自己身边快速成长，新加坡能不能把它变成未来10年最大的增长机会？很多人一讲东盟，第一反应就是人口多，接近7亿人，当然是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但如果只是人口多，东盟还不足以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经济体。东盟真正有意思的地方是，这11个国家拥有的东西完全不同。新加坡有人才、资本、金融、科技和全球商业网络；马来西亚拥有成熟的电子和半导体产业基础，也有更大的土地和能源空间；越南拥有年轻劳动力，而且正在成为全球重要的电子制造和出口基地；印度尼西亚不只有接近3亿人口的大市场，还拥有镍等关键矿产。这些资源对电动车、电池和新能源产业非常重要。泰国拥有成熟的汽车制造业和供应链，菲律宾拥有年轻人口、大量英语人才和服务业优势，老挝拥有水电资源，其他成员国也分别拥有农业、矿产、土地、能源和人口上的优势。所以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过去大家经常说东盟的问题是发展不平均，新加坡这么富，有些国家还处于比较早的发展阶段，但如果区域合作做得好，这个所谓的发展不一样，反而可能变成最大的优势，因为大家不需要什么都自己做。有的国家提供资源，有的提供能源，有的负责制造，有的拥有巨大市场，有的提供科技，有的提供资本。如果这些东西能够真正串起来，它就不是11个国家 GDP 简单相加，而可能形成一条完整的区域产业链，资源、能源、制造、科技、资本，再到接近7亿消费者，这才是东盟真正值得关注的地方。但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是一块很好的拼图，不代表他们已经拼成了一幅完整的图。如果一家新加坡企业今天去欧洲做生意，它面对的是一个高度一体化的市场，但东盟还没有走到这一步。11个国家有不同的监管体系、商业规则、支付方式、基础设施水平、数字贸易和数据规则也不完全一样，所以东盟有接近7亿人口，和一家公司可以轻松进入7亿人口市场，完全是两回事。真正决定东盟未来的，不是人口有没有7亿，而是这7亿人之间做生意能不能越来越容易。比如，新加坡人在泰国、马来西亚、印尼付款，能不能越来越像在国内一样方便？一家企业在越南和印尼经营，电子文件、数字身份、支付和数据规则能不能更顺畅？一家工厂在马来西亚生产，需要印度尼西亚的原料、泰国的零部件、新加坡的融资，这些东西跨境流动的成本能不能越来越低？甚至连电也能不能跨国流动？这就是为什么东盟现在在推动数字经济框架协议、跨境支付、供应链连接，还有 ASEAN Power Grid， 也就是东盟电网。如果这些基础设施和规则真正连起来，东盟发生的变化就不仅仅是 GDP 继续增加，
而是11个国家开始慢慢变成一个更大的市场和生产网络。而一旦连接变成未来最重要的事情，新加坡的位置就突然变得非常特别。因为新加坡最擅长的本来就不是提供最多的土地、最多的劳动力或者最多的资源，新加坡最擅长的恰恰是连接。所以我认为新加坡未来10年的机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思维转变。我们不一定要把每一家工厂、每一个产业、每一个生产环节全部留在新加坡，真正应该争夺的是产业链里价值最高、最难被替代的位置。想象一家公司，它的工厂在越南，消费者主要在印度尼西，供应商在马来西亚和泰国，但它的东南亚总部、财务中心、管理团队、知识产权和区域采购可以放在哪里？新加坡。所以东盟市场越大，跨国企业越多，需要管理整个区域的总部功能就越多。这就是第一个机会，总部经济。第二个机会是金融。未来的东盟需要建设多少东西？工厂、电网、数据中心、港口、交通、绿色能源、半导体产业，还有各种数字基础设施。这些项目有一个共同点，都需要钱。项目可以建在印尼，可以建在越南，可以建在马来西亚，但项目融资、基金管理、保险、风险管理和交易结构完全可以有一部分在新加坡完成。换句话说，项目不一定建在新加坡，但钱可以经过新加坡。第三个机会是科技和高端制造。新加坡不可能跟人口更多、土地更大的国家拼最低人工成本，所以新加坡未来制造业真正需要留下的不是所有工厂，而是那些最难替代的东西：研发、先进制造、半导体设备、高端芯片相关产业、生物医药、自动化和 AI。其他国家提供规模，新加坡提供技术，这可能才是一种更合理的区域分工。还有一个非常有画面的例子，就是能源。新加坡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土地少，天然资源有限。但如果把眼光放到整个东盟，情况完全不同。有的国家有水电，有的地方太阳能资源丰富，有些地方有更大的土地。今天，新加坡已经在推动跨境低碳电力进口，并计划到2035年进口大约6吉瓦的低碳电力。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未来新加坡的能源腹地理论上不一定只等于新加坡自己的国土，电可以从区域其他地方进来，资金、交易、技术和能源管理能力则可以由新加坡提供。所以所谓东盟优势互补，不是什么抽象外交口号。它可以是一条跨境电缆，可以是一家区域总部，也可以是一笔几十亿美元的基础设施融资，而这些东西全部都可能成为新加坡下一轮增长的一部分。不过，这里必须讲另一面，东盟发展对新加坡绝对不是自动利好，甚至可能带来更大的竞争。因为当马来西亚越来越成熟，越南越来越强，印度尼西亚市场越来越大，吉隆坡、曼谷、雅加达、胡志明市的商业环境越来越完善以后，一个企业一定会问，为什么我要把团队放在成本更高的新加坡？这可能才是未来10年新加坡最大的挑战。过去新加坡很多优势来自于别人做不了，所以企业只能选择新加坡。未来可能变成别人也能做，但新加坡必须做得更好。所以新加坡真正需要保护的，不应该只是某一家工厂，也不是所有传统岗位。真正要守住的是那些高价值、难复制的位置：区域决策中心、资本管理、科技研发、知识产权、法律和仲裁、复杂金融服务、供应链管理、能源交易，还有高端专业服务。这件事跟普通人当然也有关系，因为如果新加坡能够成功往这些领域升级，未来增加的岗位很可能来自 AI、先进制造、金融、区域管理、供应链、能源、法律和技术服务。但反过来说，如果我们的技能升级速度比周边国家的发展速度慢，那么企业也完全有可能把越来越多功能搬到其他城市。所以东盟崛起既是机会，也是压力。它其实是在重新分配整个东南亚的工作、资本和产业。回到最开始的问题，
新加坡未来10年的增长在哪里？我认为答案可能不是找到一个神奇的新产业，而是重新定义新加坡的市场到底有多大。如果我们只把新加坡看成一个600多万人口的市场，那么它的限制永远非常明显：人口有限，土地有限，能源有限。但如果未来东盟真正把11个国家的优势逐渐连接起来，新加坡就可能从一个600多万人口的小型经济体变成接近7亿人口区域经济体系里的一个高价值节点。不是把整个东盟的工厂都搬到新加坡，而是当工厂在越南建设的时候，新加坡可以提供资本；当印度尼西亚发展新能源产业的时候，新加坡可以参与融资和技术服务；当区域贸易增加的时候，新加坡可以做总部、金融、物流和供应链管理；当东盟需要更多能源的时候，新加坡可以参与区域电网、能源交易和绿色金融。当越来越多企业进入7亿人口市场的时候，新加坡要争取成为他们管理这个市场的地方。新加坡的国土不会变大，但新加坡能够参与的经济腹地可以变得非常大。问题只是，当这个接近7亿人口的市场真正进入下一阶段时，新加坡能不能继续成为那个最重要的连接点？你觉得未来10年，东盟崛起给新加坡最大的机会是什么？是金融、科技、区域总部，还是这个接近7亿人口的大市场？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看法。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记得点赞、分享给更多朋友，也别忘了订阅频道。我们下期见。